罗文燕小姐，刘永山同志，他对叶洪湖、邱甲坤先生，秦江，汉光，还有各位在座的朋友，今天有好一些朋友到来，感谢大家出席，也感谢联合早报和新洲日报联合举办这个活动，邀请我针对亚细安和全球新秩序发表谈话。那么新加坡是用亚细安，我们一般是用东盟或者东协。还有另外一个新加坡跟我们一般用法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一般现在新加坡肯定会是用中东，但是在马来西亚很常你会看到用西亚。因为我们的看法是中东是从英国算起的，因为中东过后就远东，我们这边是远东，但是我们从亚洲的看法，亚洲定位亚洲，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阿拉伯世界或者是现在发生危机的地方叫做西亚。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当然刚刚你提到我到过不同的部门。以前我在国防部的时候，我就说国防部有很多国防外交，所以我说国防部是拿枪的外交部。然后后来我又去了贸工部，贸工部是用钱，好像跟钱做外交的，但是我是没钱啊。来到财政部，他们说你是有钱，我发现到原来财政部不太是管钱的，财政部负责管债的。我先从2025年10月的东盟峰会开始讲起。2025年东盟峰会，我那个开幕式，我坐在首相后面4排。那么前面呢，首相隔壁坐了欧盟的主席 European Council 的主席 Antonio Costa， 他是葡萄牙以前的总理。那另外一边坐了葡语系国家巴西的总统卢拉。然后那个开幕式是什么呢？开幕式最重要的仪式是接受东帝汶加入东盟。东盟在1995年接受越南加入，1997年接受缅甸和这个辽国加入，然后1999年接受柬埔寨加入以后，就一直没有新的会员。所以我们去那个雅加达的东盟办公室，东盟这个怎么说总部的时候，都是10个国家嘛。那他们说这个标志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有11个加盟国了，要怎么样？是不是要改啊？这还没有一个定案。那我为什么要提到前面2个葡萄牙语系的领袖？因为东帝汶是葡语系国家，是葡萄牙在东南亚的400年的殖民地。那东帝汶是在1974年葡萄牙发生康乃馨革命。康乃馨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葡萄牙有太多殖民地，每一个殖民地都有殖民地战争，耗尽了很多资源，而当时葡萄牙还是军事统治，让人民感觉到很不满，最后民间跟军队起义，推翻了军事政权。推翻了军事政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要释放所有的殖民地。所以东帝汶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葡萄牙让东帝汶独立，然后呢印尼就入侵，然后从此一直到2022年才正式独立。在外交圈比较熟的人，大家应该很清楚知道，如果不是首相安华坚持的话，东帝汶加入东盟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有很多国家觉得说为什么要去找东帝汶来加入，没事找事干。但是安华是有受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想法的影响，他的看法是要怎么样把所有之前不同的殖民国家、殖民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汶莱是英国殖民地，
然后越南、辽国、柬埔寨是法属殖民地，荷兰是这个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然后东帝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怎么样把这些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最后变成一个组织啊？东盟变成一个组织，这个是安华关心的事情，所以他很坚持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我后来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演讲的时候，我提到这个，后来泰国一个学者叫 TT Nan， 他说你知道吗？90年代的时候，安华跟Surin Pitsuwan， 还有后来当过曼谷的总督的Sukuban是朱拉隆功的曾孙。他们3几个人呢，当时就在推动一个叫做 One Southeast Asia 的One Southeast Asia Project 这个计划。什么时候推动呢？90年代初。当时候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说服越南加入东盟。所以安华是可以回到去那个年代，安华跟 Surin Pitsuwan 和 Sukuban 他们当时就希望看到说，东盟是扩张到让所有的这个前殖民的不同的殖民地国家最终成为一个 community。 这个也跟安华在1996年出版《亚洲复兴 Asian Renaissance》的想法有一以贯之的意义。我提这些是因为每一个决定可能它都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当然很多人讲东盟是很难动的，很难操作，而且很多时候一打仗的时候，一 COVID 的时候，我们就忘记有东盟这回事。但是如果回去认真想一下的话，东盟还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东盟在1967年成立的时候，它的背景是什么？成立的时候，它背景有几个大的背景。第一，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当时候包括苏促革命啊，对东南亚、对香港肯定有影响。香港的暴动跟文革是，香港1967年的暴动跟文革是肯定有直接的关系。然后对东南亚来说，也对东南亚的社会带来动荡，所以那个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越战，美国在打越战，也引起了东南亚人的这个很忧虑。当时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可是东南亚国家又很不满美国，可是也很不满中国这个2个都很不满。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英国又面对经济困境，英国也在1967年宣布从1971年开始将从苏黎世运河以东的所有的这个军队撤回，就包括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驻军都要撤回英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底下，马来西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敦伊斯茂是其中最主要的我们现在马来西亚人知道 TTDI，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TTDI 背后是在纪念谁，然后TTDI 敦伊斯茂是谁。但是敦伊斯茂是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就是敦伊斯茂、东姑跟 Razak， 他们在战略的思维上，我觉得他们3个人在马来西亚的历史的战略定位上是有相当重要的贡献的。所以东盟很大程度上是马来西亚推，而那个还有一个背景就是1963年到65年，马来西亚跟印尼有马印对抗，然后1965年苏卡诺逝世以后，到后来马来西亚跟印尼开始和解，然后当然加上还有新加坡独立的这个背景，所以当时候伊斯玛就说服这个印尼还有他们最后谈起来 OK 成立东盟。成立东盟当然最开始是以反共作为一个基础的，但是到了1970年，特别是1971年吉隆坡宣言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吉隆坡宣言谈的是 Zoffan， 读书大家都读过了 Zoffan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那个是结合了不结盟，同时也是结合了当时候马来西亚和东盟国家对冷战时期的思考，就是很清楚的是我们不要在
大国之间做选择，我们唯一可以不要在大国之间做选择，就是我们抱团啊，大家抱团抱在一起。所以东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成立的，尤其是1971年的吉隆坡宣言。那我说东盟的贡献是什么？你回头想一下看，东南亚曾经是被当作是世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火药库。你想一下以前的谈法，你想一下这个柬埔寨死了多少人，越战死了多少人，美军栽在东南亚。你回头想一下，东南亚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危险的火药库之一。可是因为有东盟有这样的对话机制，所以整个区域尤其在后冷战时期是相对稳定的。冷战结束以后，东盟国家很快速的决定说他要怎么样整合。就是如果你看到90年代初本来打架的，到最后呢就开始去谈怎么样一起做生意。那我问过前首相马哈蒂，我说你认为说在历史上哪一段时间东盟是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是比较有效的，比较可以有影响力有效做决定的？他说当然肯定是要他在的时候了。他说是他90年代初最强，他认为90年代最强。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李光耀当时候是退下来没有当总理，但是在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上是影响很大的，所以他说我可以打电话给李光耀，他可以打电话给苏哈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候菲律宾总统是 Fidel Ramos， 很多菲律宾人说过去的30年菲律宾最强的这个总统可能就 Fidel Ramos， 所以马哈蒂认为说那个年代是最有效的。你回头看的确也是很了不起。1989年6月4号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以后，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上是被排挤的。1991年7月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第一次做了东盟中国对话机制。东盟中国，你看，其实我们去年开这个阿sean的时候是有一点辛苦的，因为太多对话机制了。我们在阿sean真的有太多对话机制了，就是今天对完这个又对另外一个又不同的，从东盟加3到东盟加6，然后其他的这个机制。但是这些所有的东盟的机制其实源自于1991年7月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中国对话。六四事件2年后要正常化中国在国际的位置上，所以东盟的对话机制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而来的。那当然后来有了东盟加3，就是中日韩对话机制。中日韩对话机制呢，它的历史背景很大，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开呢？东盟第一次的开东盟加3是1997年12月。为什么1997年？1997年因为亚洲金融风暴，所以东盟加3的对话机制的历史背景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今天如果你们做那个研究，比如说恒规就很清楚了，就有 AMRO 是 ASEAN +3 Macroeconomics Research Office。 这个机制它背后就是从Chiang Mai Initiative， 在1997年经济风暴以后，大家发现到只靠 IMF 就会给 IMF 急咚就变成就很难，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失去经济主权。所以当时候就在这个东盟加3的背景底下呢，就是说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形成一个非 IMF 的某个程度上的这个保险机制。那当然后面的例子我不一一列举。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历史上里面观察到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在很多历史的拐点上，马来西亚都在推动东盟进一步整合的努力上扮演推手的角色。东盟的很多历史性时刻其实是在吉隆坡发生的，从刚刚我说东帝汶回到去1991年到1997年，
这些当然可能在一般民众不一定会有认真去理解马来西亚对东盟的正面影响，但是今天我们在谈亚细安与全球新秩序，我觉得至少要对吉隆坡还有对马来西亚在东盟历史的还有东盟的整合上所扮演的角色，需要有一定的肯定。第二呢，东盟在每一个历史的拐点，包括在危机当中，都创造了新的合作机制，减少历史在同一个问题上重演的可能。97年的这个东盟加3，还有 AMRO 等等机制 Chiang Mai Initiative 等等呢，是确保我们在同一个问题上至少不要犯2次。那现在我们来到一个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国际秩序，可能在我们这一所有人当中的这个怎么说？人生经历里面不曾经历过国际政治那么动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国际板块的转变，从一个美国某大部分的情况底下说了算的国际体制，而这个体制靠什么撑起来？靠美元，大家都用美元，靠大家都向美国卖东西。其实很多我们没有去认真想了，日本跟德国到今天为止还是 export-oriented economies， 还是出口导向国家。向谁出口？其实最后是想要向美国出口的。当然，他也卖给其他人，但是全世界都在假设美国是最后的消费者，甚至是首选的消费者。We all think that the US is the consumer of the last resort, and in most instances, consumer of first choice. 但是你想一下看，美国现在的国内经济，美国中产阶级现在面对的工资还有财富的停滞，美国面对的内部矛盾，包括最终投选出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美国可以成为东盟长远的，或者是甚至欧洲，甚至日本、德国，是不是大家还可以未来50年还是想着卖东西给美国吗？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那么，当然除了美元像美国的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美军的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的布局这个是从2战以来到现在的是，这3个是美国单极世界的3个支点，而这3个支点现在面对前所未有，至少80年来第一次，或者80年来最严峻的质疑和挑战。怎么样说挑战？你现在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大时代。去年4月2号，特朗普宣布他的全球贸易战。他全球贸易战，他以为他打赢了的，因为他一打他就以为赢了。结果他遇到什么？他遇到中国的稀土，卡着的，所以那个贸易战打来打去打不出来了。不要先说这个最高法院，还没有到最高法院的时候，他贸易战是先给中国的稀土打败，掐脖子掐不到，反而被掐，掉反而被掐。现在打伊朗，他是准备2个礼拜就把伊朗打完了，打碎了。但是现在是伊朗回来掐脖子，因为伊朗是一个在过去数十年已经被美国制裁的国家，但是现在是调反来，伊朗用这个 Strait of Hormuz 来制裁美国。这个是美国或者特朗普没有算到、没有想到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单一霸权，他面对了他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去推到这个尽头的时候，他发现到原来尽头是在这边。当他发现到，你也发现到，我也发现到，街边的人都发现到，美国的权力是有局限的，美国的权力是有看到底的。那这个美国的怎么讲？他的权力、他的影响力就会有局限。那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底下，当然
它有很大的风险。现在这个局面是很大的风险。比如说，你看到伊朗战争前期，这个美国把在南韩的这个 interceptor 要怎么讲 ？interceptor 把这个导弹移到西亚去，那个对很多人说，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视觉冲击来的。就是说，今天很可能朝鲜半岛就有真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场战争是在乌克兰，我们现在也有西亚的战争，我们会不会在亚洲面对挑战？没有人知道。亚洲有3个重要的flashpoint 或者热点，第一个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是最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天金胖子睡醒的时候想要做什么事情。第2个危险的是台海，第3个危险的是南中国海。这些是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局面，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相当肯定的，就是说，美国的这3个支点，从美元到美国市场到美军，其实都看到局限了。但是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变成中国变成老大的。那些认为中国会变成老大的，我觉得也要可能要喝多一点清水，就是说也要想。它这个结果不会是美国转到中国的，它不会是美国转到中国的，它会是形成一个比较多极的世界。它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跟2战前是不一样了，二战的时候是美国、这个英国、俄罗斯或者苏联3家讲完就是说了算，到冷战的时候，美国、苏联讲完就是说了算的。但是现在的世界有很多独立的国家，也有很多的 middle powers 中等强国。那这个像马来西亚，你不是说美国人要你怎么样？你说今天可能你给他一点点，然后你后面就我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中等国家，我们的做法就是像过清江的弟弟过清水讲的 hedging， 所以我们是对冲的。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过清水的这个研究，他是马来西亚现在可以说当代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他谈 hedging， 就是马来西亚的做法跟很多国家的做法就是对冲。我今天美国来跟我讨一些东西，我给他一些；我们中国来我跟他讨一些。可是我的自主性要强，但是马来西亚不够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再通过东盟？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大国，我们只有在整合力量，才能够有更大的这个筹码，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面，与大国，怎么说？与大国博弈。那我今天晚上想介绍一个词汇，大家可能也很熟悉，也有些人不一定熟悉，叫 geoeconomics。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我们很熟悉地缘政治，我们一般很熟悉地缘政治的说法，但是要谈地缘经济呢，不是每一个人这样熟悉。我去年就是去年我们举办东盟，那么我就在2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印尼的贸易部长就提出说，现在看起来特朗普已经要怎么说，要推动他的议程啦，我们东盟应该坐在一起谈一下，要有一个特工队谈一下问题怎么样解决。那么当时候我们就想推这个想法 geoeconomics， 可是呢，我们的官员还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部长呢，他们都觉得说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是经济，不要搞在一起谈。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特别是这个在受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影响的很多人，他就觉得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不要搞在一起。但是现实的世界里面告诉你很清楚的，政治就是经济，经济就是政治，尤其国际政治就是国际经济，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好像没有推不动，后来呢，特朗普协助我们，因为他4月2号宣布以后，大家马上说，我们真的要坐下来谈一下了。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 ASEAN Geoeconomic Task Force， 由我和印尼的副贸工部长主持。
那我们最终推出了一份报告，这个网上你可以找得到的，在阿西安的网上你可以找到的，叫做 ASEAN Joe Economics Report 2025。那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我们主题写 This time it is different， 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跟我们以前面对的危机是完全不一样。ASEAN's agencies in shaping the new global agenda， 东盟在重塑世界是全球议程的主动权，这个是我们的想法。其实呢，我本来想这边放 New Global Order， 我本来想放 New Global Order 的，但是很多人其他东盟国家他们不是很舒服的，最后我们就用 New Global Agenda。但是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想接下来的世界，我们前面的做法可能是要重新调整的，因为你的世界这一次是不一样。我们真的要想，我们在东盟，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在新加坡，怎么样通过东盟影响全球的政局，影响全球的议程，影响全球的秩序。东盟呢有分成3个支柱，3个 pillar， 政治与安全，然后经济，还有社会与文化。而它的问题就是呢，然后经济底下还有 finance 和 trade， 但是东盟是反映了我们很多国家的问题呢，就是大家各做各的。经济 pillar 呢，经济支柱的是没有跟外交坐下来谈的，所以我们去年推动了东盟外交部长跟东盟经济部长20几年来第一次这样子正式开会。因为其实平时都是陪总理、陪首相开会，但是他们自己是没有开会的。但是我们去年影响到东盟外交部长跟东盟经济部长对话。今年我想在我现在的位置上，我想影响到东盟呢，在经济的支柱底下呢，经济部长跟财政部长要坐下来谈，因为很多的这个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需要整合的。那现在这个 ASEAN Joe Economic Task Force 呢，改名成 ASEAN Joe Economic Groups。那我们希望接下来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怎么说经济跟地缘政治的整合讨论，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讨论是更多的 Joe Economics 讨论。很多人还很相愿的期待可以回到1945年或者回到1990年的格局。为什么我特别想鼓励大家去看这个报告，尤其是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想推动大家的想法是，我们不要再抱怨说，哎呀，这个之前比较好，之前比较安稳，之前美国人做老大的年代比较好。我觉得东盟要有一个这样的政治意愿，共同的政治意愿，共同的想法，就是现在这个局面是打碎哦，这个局面有危险的，它有可能有第3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那我们不能够排除。但是它也有机遇，它也有东盟的机遇，它有马来西亚的机遇。我们应该要去想，怎么样可以通过马来西亚和东盟的努力，能够开创新的世界格局。那这个要开创新的世界格局呢？我觉得我接下来简单谈，我学中国人讲话，就是现在我第一部分要谈的叫做3个中间，然后再下来要谈3个安全啊，谈完就可以喝茶吃饭了。马来西亚跟东盟应该定位。怎么样定位？在这样的全球的格局里头，我们的 geoeconomic positioning， 我们的地缘政治的定位应该是怎么样看？我觉得应该要定位在3个中间。第一个中间就是我们是供应链的中间，我们没有台湾的高端科技，没有美国的高端科技，没有中国的高端科技，我们没有韩国、日本最高端的科技，但是我们在终端其实是很强的。因为有一段时间，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一直到特朗普的第1个时期，然后到疫情的时候，有大概20年的时间，马来西亚或者东南亚是没有什么人在乎的，因为
所有的生产都在中国，每一个人的工厂都在中国，他不需要马来西亚，不需要其他东盟国家。可是现在来到一个，这卢卡斯开我的玩笑的，卢卡斯讲刘振中整天讲 just in time just in case。我们从 just in time 的年代，现在到 just in case 的年代，我们已经不再是讲要最便宜的了，我们要最安全的。那当我们谈供应链安全的时候，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某个程度上泰国的供应链，在中国以外，它就是相对来说是完整的，不高端，但是完整。所以我们是供应链的终端。第二，马来西亚和东盟在国际关系上选择中间路线，选择不结盟、不选边站的中间路线，这个也很重要。我在贸工部的时候，我去了很多工厂，我现在发现到，在生产的时候，现在特别是半导体产业，马来西亚作为不是中国、不是美国的这个生产地非常重要，是加分的。另外呢，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跟我说，现在 NCNT 也很重要。我说什么是 NCNT 啊？他说 Non-China Non-Taiwan， 在半导体 Non-China Non-Taiwan 也是一个重要的加分。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在国际关系上，虽然很有可能你两边都不讨好，你最后被夹在中间，但是在中间也是有很重要的定位，也应该是我们拥抱的中间的地位。所以这第二个中间。第三个中间是在这个历史的机遇，我认为这个不见是现在这个局面不见得是坏事，只要我们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在这样的历史机遇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在快速在10年、20年里面形成马来西亚和东盟的中产阶级。为什么我们要形成马来西亚和东盟的中产阶级？因为回到我前面说的，未来20年，你不能再想美国是你主要的出口对象。第一，美国要把那个围墙筑起来，他不要你出口给他。第二，美国的中产阶级可能崩溃了，他不一定买得起你买的那么多的。所以日本也要把中产阶级搞好，欧盟要把他的中产阶级搞好，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中产阶级搞好。至少我们的东南亚的民众，他有钱花，愿意花，那你还可以再支撑一个局面。所以中产阶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怎么说？对我们这个历史的定位，当下的定位，三个中间，供应链的终端，地缘政治的中间，还有就是中产阶级。那么过去我们的想法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东盟，我们被教育要想我们怎么样竞争。新加坡在想他怎么样跟香港竞争，怎么样为富人减税。新加坡的竞争就是跟香港之间在看大家怎么样给富人不要缴那么多税。那么马来西亚，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说：“哎呀，你再不让我请外劳的话呢，我就去越南开厂。”我在梅地的时候啊，谁来跟我说：“哎，我要搬去越南了，或者越南给我更好的这个税务奖励的时候，我是跟他说：哎，来，我帮你去安排你去越南。”也公开讲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觉得马来西亚跟越南是竞争的。马来西亚跟越南可以是互补的。其实在半导体里面，半导体产业里面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跟越南其实互补性很强的，互补性是很强的。所以我不觉得我需要跟越南竞争，我是可以跟越南有一个错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要很清楚的。在未来东盟的关系，如果东盟的经济关系要好的话，我们就要扬弃竞争的思维，特别是什么呢？ Race to the bottom， 筑底竞争。我们跟越南不应该竞争给投资者更多的税务奖励，不需要，你要来就来，不需要给太多的税务奖励，因为我们的有优势。第二，我们跟
东南亚的国家里面不应该在工资上逐底竞争，我们不应该 race to the bottom， 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形成我们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要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再下来，我们在环境的保护，我们之间不应该竞争。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环境搞坏？因为要投资，说我们把我们的环境竞争搞坏这个也是不应该有的逐底竞争。而东盟的合作应该建立在3个安全的这个合作基础上。这3个安全呢，是第一，供应链的安全；第一，供应链的安全；第二，能源的安全；第三，粮食的安全。当然，有时候我们讲粮食、讲农业的时候人家说：“哎呀，这个不重要了，你可以进口什么的。”但是，当所有的船都开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或者 COVID 的时候，你就想，我们需要谈一谈粮食安全的问题。我觉得东盟的合作，接下来的合作的基础应该是安全，合作的基础应该是至少这3件事情的安全，就是供应链的安全。那么我们之间的供应链怎么样能够确保供应链韧性、供应链安全，确保我们之间是互补的，确保我们不是逐底竞争的，然后确保我们甚至东盟之间它可以形成一个互相供应的一个体系。第二，能源的安全。现在我们在谈 ASEAN Power Grid， 但是 ASEAN Power Grid 不能够沙捞越南、澳洲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想卖给新加坡，然后卖新加坡的价钱。现在是ASEAN Power Grid， 现在有时候大家在做的时候，他会有这个想法，我也想卖新加坡，然后我想卖新加坡的价钱。我觉得我们要一个思维，就是说，ASEAN Power Grid 的根本的问题不是大家要赚钱，是要先确保东南亚的能源安全，在这样的基础上，你可以赚钱不是为了赚钱的，是为了在这样的基础上，确保东南亚的能源安全的基础上，你赚钱那个是 OK， 可是不应该本末倒置。所以我觉得能源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尤其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底下，比如说东盟外长会议今天在谈，也在谈 ASEAN Power Grid， 也在谈能源危机。最后一个就是粮食，粮食的这个想法就是讲，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谈 JSSCZ 柔新经济特区。可是柔新经济特区谈来谈去，我们还是在谈你找人来投资，我这边比较偏一点，你来我这边投资。可是我觉得柔新经济特区可能再加上这个印尼，谈起来应该要谈粮食，谈供应链，谈能源。另外一个群组可以是这个宾雅各、沙巴、沙劳越、汶莱、印尼、菲律宾南部。那个是可以谈另外一个圈的，特别是粮食的安全。然后 Mekong 这个 Mekong Delta 也是另外一个粮食安全的这个重要的区块，然后再串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在一个全球的新的格局底下，我们需要有新的思维，我们需要想我们之间的合作能够怎么样确保我们一起保命。一起保命，用你的话讲，一起保命，一起怎么样确保我们在一个多极变化，而且有可能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确保东盟稳定，确保东盟安全，确保大家生活平安和平。所以我今天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感谢部长的分享，请部长留步。紧接着，让我们进行对谈环节，有请对谈主持人、联合早报国际新闻主任吴汉军先生。汉军，把时间交给你们。哇，谢谢部长的一席话。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好像都没有这么深入、这么有条理、这么有系统性的去分析你的看法。大家好，我是吴汉军。有什么关系呢？我是吴汉军，我是联合早报的国际新闻主任。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吉隆坡这个也是我的家乡。
这边的题目是亚细安与全球新秩序。亚细安是我们在新加坡惯用的一个名词，在马来西亚是用东盟。那我觉得不管是亚细安还是东盟，它在当前的局势，就像部长刚才说的，当前的这种国际局势的情况下，它其实是一个应对目前各种危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它本身就是在1960年代危机当中诞生的一个平台，然后它在90年代也应对过危机，现在这种危机更是一个可能50年或者80年来难得一见的一个大的危机，部长，我在想，我刚才听你的谈法哈，你提到这个最后面，你提到这个粮食3大的这个粮食圈，然后你也其实很主张亚细安应该或者东盟应该更团结的去面对当前的这个局势。其实你知道上2个星期 ICIS 东南亚研究院他们刚刚发布了一个报告，当中其实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参与讲评的学者其实有提到，但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很关注亚细安的一些内部的问题，包括各自为政，包括这个可能大家在各自做各自的。你觉得亚细安本身其实或者东盟本身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应对在你说的这些情况，或者更好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要对亚细安这个组织是要投入一些时间，甚至金钱和信任。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啦，这个不代表马来西亚政府的看法，这个我个人的看法，第一，东盟现在这个轮值的秘书长制应该要改成一个，就是说不是轮值，是选贤与能，然后各国谈好怎么样选，然后选我们当中最好的人当秘书长，这是第一个。怎么样把这个组织变成一个真的是在日常在操作，有多一些人正式全职，而且是不是靠轮值而来的？这个我觉得重要，是因为东盟有时候大家都太客气了，彼此之间大家太客气了，然后大家就是反正就轮值就好了，然后大家也不要吵架然后就这样子过日子。第二个问题是，你去看一下欧盟成立可能到晚近的20年，前面从 EEC 到后来的 EU， 谁出最多钱？出最多钱的是德国和法国。为什么德国和法国出那么多钱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确保我们不要互相残杀。因为德国跟法国在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彼此厮杀，死了数以千万计人，所以这个是确保欧洲稳定。所以法国跟德国出了很多钱。东南亚呢？东南亚2个最有钱的国家，汶莱跟新加坡。还有2个相对有钱或者相对中等收入，又比较大的经济体，马来西亚跟印尼，这4个国家应该要多出一点钱，就是当然我讲这个外交部不一定会高兴，我的财政部自己也不一定会高兴啦。但是我认为走下去，新加坡跟汶莱一定要投多一点钱下来，马来西亚跟印尼一定要投多一点钱下来。当然我在新加坡说这个。我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TT 呢也是我朋友泰国的学者，他说你为什么忘记了泰国？因为泰国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东盟最多精英智库，而且泰国外交部是所有国家里面对东盟最认真的这个国家。90年代，当然后来就是他人也散掉，可是。你这样想的话，其实就比较富裕的几个国家，他一定不能够讲说每个人大家平均投多少就算了。我们应该要想，我们其实如果东盟是比较强大的，东盟是能力更强的，那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需要各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财政部要有新的想法。这个是需要的。就我们值不值得？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其他地方去了。
我们是根植在东南亚的，只有东盟更强，东盟可以组织能力更强，东盟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东南亚。所以这2个点呢，是我觉得，如果在5年内可以推得到的，那至少你就会有比较强的组织。当然还有其他的，我说的就是你的整个态度，你不能够永远想到跟邻国竞争。当然我们在产业结构上有很大程度上有些重叠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不用重叠的。但是这个需要有新的思维需要对当前的这个产业结构还有产业链有重新的认知，可以让我们不需要足底竞争。部长，刚才您有提到啊，这个亚细安在不同的危机当中，其实都催生了一些新的合作机制。你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全球能源危机或者全球能源供应链紧张的这种情况，马来西亚的 Shell 没有油啊，大家打油的时候，然后新加坡可能也面对4块钱1公升的这个汽油啊，95而已啊。然后你觉得这个越南、菲律宾是国家能源紧张这个紧急状态，这次的危机会诞生怎么样的一个新的机制吗？那可能我也趁机会讲一下我对这个危机从马来西亚的观点，再谈东盟的观点。我觉得马来西亚呢，我们面对这个危机，我有3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面对这个危机，相对于周边国家，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优越或者优势的情况底下，面对这场危机。一方面我们有石油，我们有中油，我们中油掺到石油的那个成分，其实昨天才宣布要提升，所以这些是我们的相对的优势。我们也很幸运，我们去年9月推出布地95，那这个机制在遇到这个危机的时候是相对是比较好的。我举一个例子，因为布地95，油站它只需要付1块9毛9就可以拿到这个怎么说stock， 拿货，所以呢它不会有财政压力。但是因为柴油还没有做这样的改革，所以油站它要买货的时候，它是要用6块7来买货，但是它赚的钱是跟之前是一样的，所以柴油可能会有很多零售的风险，也可能会有。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在未来45天里面可以把这个柴油也用布地的方式去处理，这样对油站也好，对油站也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所以我们有好一些优势，但是这些优势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当作是理所当然，然后当作是完全没有危机大家都活得很好很快乐这样这个也是很危险的。那第2个点就是我们可能现在要接受这一场危机不会在明天结束，就算明天战争结束，能源危机、能源短缺可能1年，可能更长的时间。我们的历史上是有回头历史上你去看1973年的战争，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的战争为期1个月，但是后续的那个影响美国就是这个 OPEC 的制裁到后面影响美国，影响全世界至少2年。所以我们接受说这个危机是可能会是1年，可能超过1年的能源的危机，那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是在解决当下的问题了。所以我的第3个点是，我们要从 COVID 里头学到一些概念，其中的 COVID 当时很流行的讲法叫 Build Back Better， 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知道我在危机，这危机可能很久，危机以后我有一些想法，我希望这个危机以后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让我不会再重新犯下我之前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要怎么样把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做得比较好，那怎么样 build back better， 就是现在可能我们就要开始想，我们现在可能就要开始想说，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开1辆车，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早上8点出门的话，那么现在每1公升在塞车里面用的油，财政部都要付钱
因为财政部都要付这个津贴，所以接下来很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要想，这个危机结束的时候，我要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可能我现在就要想，危机结束后，我希望更多人乘搭公共交通上班。那么现在我们做什么补贴、什么行动、什么应对的时候，就要这样子想，就要想说，哎，我现在怎么样去面对，我怎么样去安排？从现在开始，我投资的就是要达到那个结果 ，build back better。那么例子是什么呢？回到去我们在讲1974年的时候，大家如果有一点熟悉的，好像黑龟这样熟的那个胡一山这样熟，你会知道 Petroleum Development Act 是哪一年？1974年。Petroleum Development Act 呢是1974年7月30号在国会通过的。国会通过过后就解散国会了，就选举了。那么，1974年的石油Petroleum Development 石油发展法令，就在这个法令底下，差不多是国有化油田再租回去给这个拥有人，再租回去给之前的这些外国石油公司，然后通过这样子成立国油，成立 Petronas。今天我们有油，我们还有石化产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74年有成立国油。我上个星期去老湾，我不去我也没有想过，我去到我叫他们安排啊，你尽量安排我，又看一下各种各样行业。那他们带我去看 Petronas 的 methanol 厂，两家 Petronas 两家 methanol 厂加起来是全世界最大的 methanol 厂，甲醇啊，是吧 ？methanol 是甲醇对吧？全世界最大的甲醇厂。所以这个是当年如果没有做这个事情就不会有的。所以现在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跟我们一起努力去想，如果这个危机是1年，我们要怎么样用政府的资源？因为我们的资源也不是无限的，我们的这个子弹也不是无限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子弹，让我们在危机结束后，我们的社会在使用能源是更有效率的。或者是更好的，我们是有更高的福祉的。这个是我对马来西亚的想法。同样对东门，回到去那个成立 Petronas 那个想法，我就觉得说东门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想，我要在这个危机里面，用什么样的机制确保我下一次面对同样的危机时，我不会有第2次犯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东门至少在历史上，刚刚我阐述的历史里头，我们是可以看到说东门是有学习的经验的，东门是有能力学习的，有学习的能力，能够在尽最大的可能，至少在同一个坑不会掉2次。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想。当然，国际组织是很不容易的，你这个大家要开会啊，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什么可能很多时候是不容易。但是至少东门在历史上是有经历，我们能够建立机制，确保不要在同一个坑里面掉2次。部长，你的谈话让我想起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其实中国有帮了东南亚很多忙。这一次，中国没有要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反倒是澳洲跑过来跟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买油。其实我在想，这个能源危机有没有可能由亚细安去主导，甚至是加强跟中日韩、跟这个澳洲的合作？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机会，或者是你觉得，其实是不是大家应该要更积极的去推动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新加坡刚刚跟柬埔寨签了这个买米的合约，然后这个澳洲是其实个别过来的，今天刚离开马来西亚，然后要去文莱，还是刚离开文莱。前2天也是去了新加坡，其实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机制，可以更好的去谈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我特别同意这个想法，我觉得说像比如中国应该现在想说，我怎么样大量的协助各国推动新能源，这可能中国可以说这个时候是大量的协助东盟国家推动新能源。中国当然它自己的石油是有限的，甚至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中国有煤，中国有新能源，中国有风电、水电，这个光电啊。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中国可以在新能源领域，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去大量的推动以最联谊的方式协助东盟各国大量的使用新能源。我想这个是一个方向，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但是这个需要中国，需要东盟。大家要有那个准备，就是这个不是明天就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至少可能是1年的抗战，或者是2年的抗战。部长，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的是东盟跟中国，东盟中日韩澳洲，我想我们没有提到美国。美国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在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开始有一个转向。后来特朗普上台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向，现在的美国跟以前的美国不一样。你觉得这个东盟或者亚细安在中美之间现在应该要怎么样自处？OK， 我先跟你说哈，上个礼拜公布的那个东南亚态势报告哈，其实很 surprisingly 这个东南亚人选择在中美之间，如果你被逼要选边站的时候，其实更多人选择了中国，然后可能大家对美国有点失望，然后这个中国领先美国的那个幅度是4个百分点，就是有这个调查以来，2019年超，然后现在是最大的一个领先幅度，你自己怎么看？美国是不是已经退出了东南亚？因为他连韩国都退出了嘛。不要说退出了。我有一次演讲，在那个萨萨纳基这样演讲的时候，就大部分是马来年轻人马来大学生，然后这个主讲人就说：“哎，你们要选，就是说你被推下海之前，你要选中国还是选美国？这就是同样的问题啊。”结果没有人举手。他说他就问他说，哎，这样子你们都不要举手啊。那么你只有一个选择，你一定要选。他说 OK， 谁不要支持美国的啊？最后很多人举手。这个问题有时候很困难的，因为从东南亚的角度来说，你逃不掉要面对美国市场，因为我们都是向美国出口的，至少短期内我们是向美国出口的。我们所有的交易，大部分的交易。除了很小的部分是人民币，其他都是用美元结算的，所以短期内你还是逃不掉美国的。所以可是你中国是很重要，但是你说所有东南亚国家要只是想选中国吗？我说我们最后我们想选自己，我们不想选美国，不想选中国，我们想选自己呢。当我们想选自己，不想选美国，不想选中国的时候，那东南亚就必须把自己的那个定位定清楚，那就回到我刚说的，你要把那个3个中间定得清楚。那你有市场，你有国际关系的定位，你自己稳自己定，然后你还有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终端的控制，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有一点底气，可以说，哎，我美国跟中国都不想选，所以我希望。多2年，多3年 ，IC 会问有第3个选择，就是我中美都不想选。其实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在采访这个报告的时候，其实有发现一个点，就是在它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要选择一个能够最好的去维护国际法跟以这个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时候，你会选哪一个国家或者是组织？结果是东盟。他第一次超越了美国，之前是美国或者是这个欧盟，但是这一次是东南亚东盟超越了美国，变成他最能够维护国际法跟以秩序以这个规则为秩序基础的秩序，所以这个我想可能也是这个调查一个新的一个发现。还有就是大家都选东盟是最能够维护这个自由贸易规则的一个组织。我回到前面那个，为什么我说你已经是肯定的2选1的时候，现在肯定大家都不选美国，是因为你特别是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你问任何一个穆斯林青年，你可以接受以色列对加沙的屠杀吗？是没有可能接受的。那账一定是算到美国身上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东南要问
你只有2个选择，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选一个，他肯定选中国。但是你有第3选择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说，哎，我选自己选东盟。这个我们刚才在谈中美的时候，你觉得接下来中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因为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特朗普似乎很崇拜习近平主席，这个特朗普总统好像跟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的那个样子。你觉得中美接下来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博弈的状态？我觉得中美，你去到北京，北京很多人他会认为说，以后的世界就是美国倒了，就是中国做老大了。然后你去华盛顿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一定要把中国打倒，因为我们还要做老大。但是世界大概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麦当劳与点心之间哦，还有咖喱啦，还有roti canai 啦，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啊，真的这个世界不再是 G2 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中美都有的大国问题。你去美国跟中国，他都认为说，如果不是我做老大，就是 G2。但是你站在马来西亚的角度，我真的不喜欢，就是一个 G2 的世界。我喜欢我想看到的世界是有至少有第3方。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欧盟跟东盟是非常重要的。就欧盟跟东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怎么样形成第3方，怎么样把第3方做大做强，怎么样把第3方做到是可以缓冲2个老大哥的，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要思考。所以为什么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的演讲，在达沃斯演讲有那么多人喜欢，那么多人广传，因为他把我们很多人的心声都说出来嘛。他基本上的说法就是，你们2家再都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中间的我们就是反正旧的我也不相信了，新的我也不要他做唯一的老大，我要的是一个中间强大的这个世界。如果2年后不是特朗普继续当总统，美国换一个人当总统，情况会好一点吗？美国会一样吗？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但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式微，美国贫富差距严重，这个现实不会在换总统之下就改变。当然这个总统可以斯文一点，这新的总统可能不会自己扮耶稣，不会什么样子，这可以是可以啦，但是他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除非有一个比如像罗斯福总统这样子，他整个新政把整个美国的经济结构重新搞一搞，然后让美国中产阶级重新崛起，那个可能它结构不一样。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看到的过去这2年，从贸易战到打伊朗，回到去我刚刚讲的美国的3个权力的支点，美元这个美国的市场，美国的大市场，还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布局，这3个都受到严峻的挑战。那新的总统是不是有可能调整再重新整合这3个支点？我想并不容易。刚才你说居度啊，我在想我们也不可以只是我们2个在这边谈，我们也不是居度啊，所以我想看看台下有没有朋友，有没有哪一位想要提问，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还有3位这个 mic runner， 他会把这个麦克风递给你，有没有哪一位想要提问？哇，还是我们先请12号桌的好吗？嗨，YB 你好，我是景荣，Utah 的经济学教授，华总副总裁证。好，我有3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像 YB 你刚刚提到就是Carney 的那个演讲，对吧？现在在谈这种国际关系的时候，2个领袖的这个言辞就最出位嘛。第一个就是 Carney 在谈说的那个旧的 world order is in rupture， 所以为什么 middle powers 要连接起来，主动出击？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Alexander Stubb， 就是那个芬兰的
的 president， 那他的想法他觉得说这个秩序没坏但是需要说更多强调 multilateral， 然后当然要把这种 global south 带进来。我想知道说你自己本身或者是说你了解的东南亚怎么看待东盟的不仅是像刚才 YB 你提到的，就是说要站一个中间。就加强彼此间合作，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但是他是怎么看待这个秩序的改变？因此采取一种更主动的一种出击，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说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YB 你怎么看？就是现在整个我们今天在面对新能源这个全球能源危机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看法，就是这个国际秩序或者所谓的 Great Power 之间，它会因为能源的版图的改变产生变化。当年，这个欧洲区为什么会是最先成为的这个工业强国？主要当时候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production 都是由 coal 来推动。那欧洲有很多的这个 coal 的这个 reserve， 但是一换到来这个原油的时候，整个版图就不同。所以您怎么看待说，在现在这种整个的能源版图在改变的时候，您觉得说未来的这整个的power transition 会产生一种怎么样的改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YB你谈到政府之间、国家国与国之间怎么去改变这个合作，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民间怎么看待这个东盟。刚才这个吴主任提到的是那个报告更多是精英阶级嘛。但是很多民众可能他从来不会说我以东盟亚细安人来看待自己，甚至在马来西亚就是有那个32.9万桶的这个diesel运去菲律宾，先不要说后来澄清它只是一个转运，其实就算是的话，那也不过是马来西亚用油量的不到4天，如此而已都看不开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说去救一救那个水深火热的菲律宾人？所以就说他没有那一种人心所向，所以怎么只要去 overcome 这个 issue？ 好，谢谢。谢部长。谢谢景荣安华在领导东盟的整年里面，特别强调要跟 G20 也就是后来南非总统代表 G20 来参与峰会，同时也强调跟这个 BRICS 跟金砖国家，所以去年是卢拉是以金砖国家主席来马来西亚出席峰会，安华也很强调他跟卢拉，他跟马来西亚跟巴西的南南国家之间的合作，我想这些是我们尝试主动找到新的空间的一些努力，当然这些努力有成，有些成，有些不成比如我刚刚今天下午才见巴西驻马来西亚大使，就知道听他说我2年前在推马来西亚跟巴西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合作有一些新的成果这个我觉得就是他需要时间去转，马来西亚自己也要看到说我自己的定位是纯粹只是想我马来西亚，还是说我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中等强国来经营。我有时候讲 middle power 的时候我也是很小心，因为马来西亚人家说你自己还没顾好你就把自己当作是 middle power所以我以前在写国防白皮书的时候，我们是用 aspiring middle power 我们不敢说自己是 middle power， 我们是 aspiring middle power 但无论如何像你说的就是不管是卡尼还是 stop 的这个说法他都承认说当下这个结构是走不下去了。你一个可能就是你联合国的整个机制还有各种各样机制把南国家都包括联合国 IMF、World Bank 这些都重新重构一轮，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南国家都主要的南国家都加入这个是一个方法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在结构没有毁坏之前用把新的元素把1945年到2026年之间的所有的变化重新反映一轮全力反映一轮，这个是好的。但是没有的话那怎么样我想可能就是真的需要我们开创新的关系，开创新的合作包括东盟跟欧盟的合作，包括我们跟其他国家，还有更重要的是东盟本身自己是不是有办法把东盟做得比较强一点？所以那个是你第3个问题了。不过第2个问题能源呢我同意你的说法，能源会改变
政治结构、改变权力结构的。我最近发现我当了国会议员很久，我是2008年中选的，然后中选过后，因为还有很多就开始有很多学者来找我。大概2010年、2011年、2012年的时候，凡是见到中国学者都在跟我们谈 Malacca Dilemma 马六甲困境，因为对中国的理解，他不是理解马六甲这个州啊，他是讲马六甲海峡。然后当时候最主要的谈法就是担心马六甲海峡被美国人掐脖子，就中国很担心马六甲海峡被美国人掐脖子，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部分把中国的这个所有的石油的使用砍掉。当然，现在我们看到那个 Strait of Hormuz 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晚近几年没有什么中国学者谈那个 Malacca Dilemma 的。你们有见学者的，你看大概很少人谈 Malacca Dilemma，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每卖10辆新车就接近6辆是 EV。中国坐电车可能不是为了环保，可能是为了战略的。它这个弯道超车有技术上的超车，同时也是有国家能源战略的超车。因为中国是有煤矿的，中国是可以用煤矿发电的，但是中国是几乎没有石油的，所以中国的石油是严重的仰赖马六甲海峡Strait of Hormuz，然后马六甲海峡是严重的仰赖这个西亚的这个供应。可是现在很少人在谈了，虽然还是有影响，可是中国对石油的依赖相对于10年前是比例上大大的减少。所以这个是我同意的说法，能源会改变权力的版图，但是会不会去到说中国变成第一的老大，然后没有人了，然后重新重塑美国霸权的时代美国的位置，那我就不太相信。我不太相信它可以完全重塑那个美国时代。那你最后一个 point 呢，是讲说我们民间对东盟有多少理解？的确这是一个东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东盟比如说贸易官员trade officials 常常坐在一起开会，但是我后来发现到，因为贸工部是investment trade and industry， 我发现到原来管 industry 的官员，马来西亚的管 industry 官员是没有见过东盟其他国家的。因为我们处理钢铁的问题，我就说，我们钢铁所有管钢铁的、管工业这一块的官员要坐下来谈一下。因为发现到原来东盟管工业的官员是没有谈的，是 trade official 谈，所以变成很精英，这些都很精英。实际上，而 trade official 贸易官员谈来谈去是谈自由贸易协定。他们假定说谈了自由贸易协定过后呢，你们自己商人就会去做生意，但是他没有谈供应链，他没有谈粮食安全，他没有谈能源安全，所以这些是我觉得东盟欠缺的。那么看欧盟的例子呢，还有一块就是欧盟是有一个奖学金，是可以让欧盟的学生到欧盟所有的大学去 Erasmus， 可以到不同的大学去学习的，可以上课。东盟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我的愿望是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奖学金啊。当然新加坡有亚细安奖学金，但是那个是拿来给马来西亚学生，然后把马来西亚学生拐骗到新加坡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民间的东盟。那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就是说接下来应该是我们共同去创造民间东盟的可能性。刚才谈到达赖嘛，我也有一个达赖嘛，因为我们剩下大概10分钟左右，所以刚才给景荣一个特权，问了3个问题，接下来每个人只能够问1个问题。还有哪里要举手？来，11号。一个问题哈。对，一个问题也很快。谢谢 YB6刚才你所说的。刚刚你有谈到这个地缘经济啊，我想问一下，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有这个RTS 明年要竣工，然后你之前有谈到这个 T 的一个 shape 的那个 ART， 你认为马来西亚就是对那个 T 在新山有一个 T shape
的那个 ART，这个你认为马来西亚几时有魄力会去建这个？还有之前去年也有谈到说这个 West Coast Expressway，你认为在接下来的5年，马来西亚会推动这些基础发展吗？谢谢。那个 ART 其实现在已经是在交通部在最后审的，所以 ART 用来接 RTS 这个应该是很快会动工，很快会拍板，很快会动工啊。那这个是大概是今年的事情啊。那么你问我个人，这里我讲一下我个人意见的，这个不要讲说这个是马来西亚政府的意见。我一直觉得南部的 highway 南部是不是还需要沿海的 highway？ 你如果让我选，我会想希望有一条从芙蓉到博德森到马六甲到这个麻波到把堵，然后可能到西海岸的铁轨。我会比较想看到西海岸的铁轨，多于想看到西海岸的 highway。南部的 highway， 因为我认为说，柔佛的这个铁路，那我个人是不认同需要高铁的啊。这里很多人咱们柔佛的人说啊，我们要高铁，但是他们每次听到的就是那种讲不要高铁，我们就有点纳闷。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不一定需要高铁，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多一条可以客货两运的沿海铁路。南部可能需要一个客货两运的沿海铁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业，就是我们的火车建的时候啊，那时候是没有空军的，所以他们把那个火车路建到山里头去啊。一方面是因为就可以避开在海上给人家这么说开大炮来射，那是没有空军嘛，没有空军，他想说我建里面一点就不会被炮火炸掉啊。另外也是因为。有火车的地方就有油中园，当时是橡胶园。你南部都是这样，有火车就有橡胶园，没有火车就是靠海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很多工业城市在南部的都是靠海，所以其实是可以考虑这样做。但是我要先声明，这个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马来西亚政府的看法。来，我们接下来第3道问题OK， 麦克风。刘部长，谢谢。我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王飞明。请问一个问题，在您的书中第2次起飞中，你提出了3个中间葬礼框架。那我要请问，在新的那个国际秩序下，你认为你的这个葬礼框架需要有修改吗？特别是第2个，地缘政治的中间位置。谢谢。我今天刚讲的跟那个框架大致上是一致的。我还是认为说，马来西亚跟东南亚，它要能够站在一个足够强而且有共识的，就是说，我们不想选边站，我们不想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选边站，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跟2家都做生意，可以跟2家都合作，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跟2家说不。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发展东盟，要发展这样的一个底气。这个底气就是我跟你2家做生意，跟你2家合作，但是有些时候我跟你2家轻声的说，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做啊！我希望东盟最后有这样的底气，而马来西亚我也希望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底气。来，我们继续，也是15号桌，我看到15号桌没有挤到了吧？刘部长，吴主任，你们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最近我就买了部长的书。Second take off， 然后看了就是很 inspired， 然后相信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战争，这个Iran War， 所以相对来讲写书跟现在，你觉得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跟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不一样？有了这个危机，是不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机会等等？我想把问题丢回给你，你自己觉得看完那个书后你怎么看？因为你最近看，我2年前看，
你觉得怎么样？我想听你说。哇，这个考回我自己。我真的是有看这本书的，所以我觉得里面的内容，您对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阶段是第二个90年代后第二个发展这个。可能框架都好了，现在就是起飞的那个机会，突然间来了一个世界级的这个危机，要怎么样在这个危机当中得到那个机会？这个是我在想的问题。你想的问题也是我想的问题，那我简单说一下，既然两位提到我的书，我简单说一下我这本书二次起飞的核心的想法。为什么说二次？是因为有第一次。第一次的时候呢，是1985年美国逼日本在广场协定巴萨尔快逼日元升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从85年大概到88年的时候。日元已经升到一个程度，是从日本出口是不可能的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日本厂南向移来新加坡、巴坦、马来西亚，特别是柔佛还有雪隆区，然后还有就是去到泰国。那日本厂来，他带着他的韩国供应商还有台湾供应商一起来，所以当时候带动了马来西亚从1988年到1997年，几乎每一年都是增长9%、1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增长，一直到1997年经济风暴。97年经济风暴以后，1998年马来西亚发生政治风暴，安华被革职，然后影响了国内政治动荡。然后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基本上世界没有马来西亚的事了，因为不关马来西亚的事，大家的眼光都注目在中国。也不需要马来西亚的供应链，所以马来西亚有20几年的时间，马来西亚人是不相信马来西亚会更好的。马来西亚，其实真的是，我在拉布安回来我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我那天见的是拉布安的现在的拉布安 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的主席，他就跟我说，他1996年到99年是派驻到拉布安的去成立LAFSA 当时的这个拉布安的机构的。负责年轻人，他当时年轻，后来他2011年到2016年还是17年去做总监，然后现在回来做 chairman， 退休了回来做 chairman。他说96年刚开始做拉布安的时候啊，当时的想法是要跟香港抢生意的。就你回头这边在座的有一些比我稍微年长啊，我也年纪不小啊，我们两个同年的，我们是大概18岁就认识的。那么你想一下大概60岁的人去想一下，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马来西亚人对马来西亚的想象和想法，他不会想到说新加坡是高不可攀的，他不会想到说香港是高不可攀的，他当时是觉得说马来西亚是很大潜能的，但是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 COVID， 马来西亚在国际的经济上是没有什么角色好扮演。可是现在因为供应链重组，因为中美这个断裂，中美供应链断裂等等，马来西亚跟东南亚国家是有机遇的，所以在这个机遇，我希望看到的是马来西亚能够往比较高的价值，就是从供应链，从这个科技，以前我们常常就想到说外国企业是。就是说外国企业就是厉害的，我们国家没有什么企业，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但是我希望在未来可以看到呢，马来西亚的科技企业，它能够崛起成为至少东南亚甚至是区域的这个佼佼者。我也希望可以看到，就是说马来西亚不要只是整天讲我们是贸易国，我们常常说we are trading nation。trade 什么呢？到最后我们是人口贩卖，也是算是交易啊，也是贸易。我希望马来西亚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不把自己再当作是纯粹是 trading nation， 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是至少是 middle tech technology nation。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整套的想法去做的话，马来西亚现在在目前的情况，如果假以时日，5年、10年，它在很多领域是能够在东南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亚洲扮演一个供应链里面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终端。我在书里面
讲终端的时候呢，我用这句话是叫做 indispensable middle， 就是我接受马来西亚不是最高端的，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在很多在供应链可以做到在很多程度上做到 indispensable， 就是不可或缺啊。那我很高兴那个字 Bank Negara 拿去用了。首相拿去用过 ，Bank Negara 拿去用过，但是那个思维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可以回到1996年，去想象这个国家，然后站在1996年那个时候的志向，去想这个国家，有可能它是可以在新的局面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格局。那我看到 Time's Up 啊，我顺便总结，在你总结之前，我是总结一句，世界这个潮流啊，这个大势就是它会有变化。你20年前的时候，2005年你在中国，你可能不会想到中国科技会有超前的那个可能。同时在马来西亚，我们可能已经经历了30年，觉得这个国家不上不下，有些时候很多人觉得一无是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历史的机遇，我们如果可以在掌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在对的事情上做对的事情，那这个国家是有可能翻一番。那么翻一番，10年回来的时候，它10年回头来看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的。谢谢。那我知道的 take off 就是马币已经 take off 了，从1块钱新币兑3块半马币，到现在差不多只有3块钱马币啊，马币已经 take off 了。今天非常感谢部长来参加这个东南亚讲堂啊，因为我们当初邀请YB 邀请部长的时候，中东战争还是西亚战争还没有打起来，结果我们今天必须要有很大的一块来谈这个西亚的这个情况对整个东南亚对东南亚个别国家的影响。非常感谢部长的这个分享，今天晚上也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对话，跟我们一起跟部长一起对谈。